Hey guys， 我是老郑，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正在聊。今天想聊一下如何在翻墙后找到一个更大的世界。在我刚开始第一次翻到墙外的时候，看到 YouTube 上面那些非常辣眼睛的内容，比如说那些轮子啊，什么天降异象、天灭中共啊，或者什么的这系列的比较可笑的言论，然后还有什么民运，他们要搞什么民主运动，要搞反共复国这些东西，我到最后看完之后，其实在有一段时间内还真的被那个东西给洗脑了。因为我其实怎么说呢，从长大以来应该还是有一点反动的基因的。然后我看到那之后，哇，我觉得他们说的好有道理啊。然后大概有2个多月都深陷到那个东西里面，还有后来什么郭文贵啊那种跳梁小丑的东西，发现确实有很多第一次翻墙的大陆人可能会真的会陷到那个里面去，浪费你很大的精力，还有浪费你很多时间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今天有必要去聊一下这些东西。首先我不知道你们什么学历，也不知道你们是有没有去写过议论文，也就是说你在写一篇议论文的时候，可能有一个截然相反的观点。比如说在高中时期我们有搞过那种议论，比如说高中生应不应该谈恋爱，比如说正方说应该谈恋爱，反方说不应该谈恋爱。那大家到最后正方说的也有道理，反方说的也有道理。那现在其实 YouTube 上面其实就很简单，就这个东西。我们在墙内呢一直看到就是正方，比如说共产党有多好多好多好，到墙外他妈的共产党有多垃圾，多那个什么，多没人性啊，或者什么的，整个就是一个正反论证。但你发现没有，假如你只能认识到正面，或者只能认识到反面，那其实是没有任何差别的。你翻墙出来浪费那些微片的流量，真的没有任何意义。所以今天就必须要去说一下关于一个完整的逻辑，或者说叫做能够理性的去看待事物，这是能够达成自由或者民主，这是最核心的一个东西。比如说，那你就以美国为例好了，美国它是可以民主选举的。假如民众都像我们大陆人现在这种水平，我跟你说正面的你就被正面的洗脑，我跟你说反面的你就被反面的洗脑了，这样真的到最后美国的民主政治根本玩不下去。因为民主政治需要什么去支撑？需要一些理性的民众去支撑，而不是单纯的无论是愤青五毛也好，也是或者民运轮子那些人，其实他们的所有的观点都是倾轧着自己内心的意识表达，或者叫做自己的立场而发出的言论。但你听起来很有道理，很有道理，实际上那些东西都是一些或者说叫做一面之词，或者说缺乏一个综合的去思考。比如说在我当时我就想他妈的中国被玩成这样了啊，空气也不好，水也喝不好，什么粮食吃的东西也不放心，还到处天天有人游行。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简直要待不下去了。我要不要去移民？移民到哪？我在想移民到哪里？我要去美国，可能美国也不要我。那我去欧洲可能也不行，要不要我去移民到伊拉克？后来我一看伊拉克，哇，天天打仗，你连命都保不住，你要民主要自由干什么？然后其实也有一个例子，比如说那大家可以去东南亚的时候旅游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你到一些小国家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国家还挺好的，我们至少是一个大国公民，我们最起码的人格保证，或者说最起码你手里的 money 人民币拿出来，那确实还能起到一些作用。最起码其他的先不说，他们对你有没有什么尊重先不说，可能有些国家对中国人也不是特别尊重，那其实尊重不尊重这都无所谓，只要你手里掏出来 money，拿出来一看，他们尊重 money 就行了，对吧？实际上我们经济搞得还不错嘛。说到一个综合认识，我发现实际上我们中国大陆现在其实从经济上都是非常开放的，包括在东南沿海那些台商啊，什么外资啊，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开放的。但是现在不开放的是哪里？其实只有政治这个东西不开放。不开放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影响我开法拉利吗？不影响。说笑了。
好，那这期的主要内容是想让大家就是翻墙后认识一个比较大的世界，对吧？如何认识一个比较大的世界？实际上这些东西跟你眼睛看到的、脑子里所想的东西都是有关联的。比如说你天天看那些法轮功啊，看民运啊，他们在那跳梁小丑，比如说郭文贵啊，实际上有人说去看郭文贵找大方向，我觉得还不如看几十年前华莱士采访那个是华莱士吧？华莱士采访江泽民的那期视频，真的这个东西看出你会发现，其实虽然说已经过去10几年了，但是你现在依然能够看到他对今天格局的影响，而不是那些比如说一些评论家他们所做的那种无意义的，或者说叫做完全抹黑啊，或者各种非常不理性的片面的去给你解读，这些东西更有意思。那江泽民在那期视频中其实也在谈笑风生啊，虽然说他英语水平跟我也差不多，都挺烂的，但是跟人家美国记者对答如流啊，他的一些关键的表达，但这个里面他就是那种也没有说就是完全的一种赞扬啊，或者完全的一种贬低啊，它是一种理性的对话。而两个人比如说问一些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啊，或者什么的这些东西，对吧？那其实要比那些评论家，比如说有一个辛浩年还是什么的人，他那个就完全就是敌对阵营。你要是相信他的鬼话，其实内容这个东西真的可以自己去判断。比如说我们台胞也有很多视频，比如说他们台北市长柯文哲去跟 YouTuber 们一起去品哪碗便当好吃啊什么的，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政治环境处于一种非常轻松的状态。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怎么学习？不可能像8964那样我们去直接搞一些非常不理性的游行，或者要搞事情啊什么的。我觉得如果一代一代的人思想慢慢的开放，那其实这个东西就像水到渠成一样，慢慢就会来了。但争取也是要争取的，这要看你怎么争取。比如说有人就去评论，假如8964那一代人他们不去这样冲动的去搞什么大规模的游行啊，你会发现如果那一代大学生他们到将来执政以后，假如把这个民主思想继续贯彻下去，那中国肯定是另外一番样的，而不是那张坦克啊什么的，对吧？说到这个更大的世界，我不可能只推荐一个视频。江泽民有很多有趣的采访，他挺有才的，实际上挺有才的。比如说跟香港记者的那种对答啊什么的，跟美国记者啊，还有到什么白宫去，他的那个东西确实蛮有趣的。还有呢，就是你可以关注一些在大陆看不到的东西，比如说 BBC 啊，还有美国的 ABC 啊什么这些东西，有一定的理性程度，你要去根据自己的知识跟自己的思考去研究哪些事情说的还可以，哪些事情实际上不行，然后再去讨论民主啊或者什么的。其实现在大家也都能看到什么民主，那都是骗人的，好吧？比如说在伊拉克他们也搞民主，结果怎么样？很清晰的，很清晰的。比如在一些小国啊，什么越南啊，他们也要搞民主，实际上怎么样？实际上也不咋地。但我在这也不是说民主不好什么。比如说在08年的时候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，他曾写过那个08宪章，我也看了。但我发现那个08宪章上面的内容写的，实际上跟时代就没有任何关联，就像放了一个屁一样，没有任何作用。你去看那个东西，假如中国能够再发达一点，大家知识水平能再提高一点，或者说就是整体的公民素质再提高一点，你会发现那个东西确实挺好的，但它真的不适合当时那个年代去使用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新加坡政府的发言，他们现在肯定是使用的英文啊，但是也会有翻译的。新加坡的一些副总统啊，还有等等的，他们对外国记者的回答啊，那些东西都是非常有营养的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那这期视频做的有点长了，那就先这样吧，下期再聊，再见。
如果喜欢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、关注、分享。拜拜。